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更新刚刚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首先最明显的就是看到城市已经变大了，这就意味着大家又可以再重新的去设计自己家里面的一些装饰了。下一个就是派遣部队的按钮不需要再长按了，只是需要点击地图就可以了。你点一次它就会点击地图，再点了一次就会取消。那滑动地图的话其实不会那么大概率可以点到这个操作界面了。我个人感觉还行啊，不过现在很容易跳出那个教学界面啊，就会出现在你的右手边。至于地图方面的话，我原本还想着说是不是点击就会出现选项界面啊，结果还是需要长按，只有长按之后才可以选择你的地图要多大的大小。我原本还想着说点击就可以操控会比较方便一点。至于大地图方面呢，是每一个王国每一个 KVK 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了。不过问题还是跟我之前讲的一样，因为它那些领土的边缘呢，其实没有明显的画出来，就变成说其实很像马赛克，看到也不是很明显。不过说万国觉醒做的比较好的还是流畅度吧，你们可以看到我放大缩小的时候，那个流畅度是真的很高的。不过这个大地图的更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新，就是可以看到热成像。当某一个 KVK 发生战斗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查看哪一边打得比较激烈。下一个就是增加统帅的叙事了，这里有包括伯里克利的，但其实我觉得伯里克利的还行吧，只不过我觉得这个赞还是挺搞笑的。除了伯里克利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统帅斯特凡三世，也就是第3代的远程统帅呢，也是增加了他的统帅叙事。没有想到这个统帅才刚出现而已，就已经有他的表情包了。这里有包括思考的表情包，还有在哭的表情包。可是新的统帅都已经有统帅叙事了，我的萨拉丁到现在还没有。下一个，点开书包之后，右手边有一个统计，点开之后就可以查看你自己到底有多少的资源。OK， 中间那边的数量是说你的书包里面有多少的资源，右手边是说你的面板上有多少的资源。那么这边各位可以明显看到我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少的。可能对于先锋王国来说，打一天就已经用光了吧。至于加速方面呢，也是少得非常可怜啊，就大概1年加速左右而已。但是我的账号是在 CD 主王国啦，所以有的资源加速比较少是很正常的。那么这个账号就是在960的账号啦，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资源都已经有超过2000亿左右了。加速方面，虽然建筑跟研究加速也是蛮多的，但是最多的依然还是通用加速，有7544天，换算下来大概有20年的加速啦。因为我在之前训练部队的时候，就有观众问我，哎呀，你用这么多的加速去训练部队，你的加速够用吗？你的资源够用吗？不用担心，我已经准备充足了。这个就是先锋王国的账号，需要准备多一点加速资源。下一个就是 SVIP 可以50转的，因为之前10转的时候它的那个速度还蛮慢的，我不懂为什么它不可以给我跳过动画。因为我发现到就算是50转也好，它那个速度也是非常慢的。你们看，其实它要像那个转盘那样子啊，可以直接跳出结果就好了，它这样子慢慢弹出来也是很浪费时间的。但重点是它这个已经是跳过动画了，如果没有跳过动画的话，速度会更加慢。所以我觉得至尊大转盘是真的挺浪费时间的。点击头像就可以看到玩法手册了，这个玩法手册好像在哪里见过，很熟悉。这个就是为了方便那些新玩家去查看啦，我们这种老玩家其实也不需要用到这个东西了。下一个埃及之战呢，他们是已经有内置了一个影片在游戏里面，你们可以直接来查看，他这边有解释说什么是埃及之战。这个我觉得也是为了要方便那些新玩家去查看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就直接放在这里给大家看。同时我们下个星期就会出现新的统帅，再来就是看埃及之战的地图啦，之前官方有讲过会更新啊，我们看一下规则有没有改。改动的部分是在黄金战场啊，白银战场是还没有变动的。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部分变成绿洲了，然后它的建筑设计也是改变了。不过在这周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的黄金战场全部面貌是长什么样子了。只不过改了设计之后，可能在第一时间大家就不太能适应吧，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去适应。不过它那个画风真的越来越像万龙觉醒啊。点开学院有一个叫文明之旅的东西呢，这个也是做了一些变动啊，不过只是演示上的变动，有一点做改变罢了啊。我相信一般玩家不会去点那个东西啊。不过我是觉得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稍微看一下吧，因为它里面有说到一些统帅的历史故事之类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只要你们把进度完成的话，就可以获得城市里面的装饰。下一个就是村庄的更新，你们可以在斥候军的界面那边查看，又或者是直接去门口那边，你们可以看到有农民在你的门口前面给你奖励。
这些就是要去探索村庄才可以获得的奖励啊，现在就比较方便，你直接一键领取就可以了。但是山洞依然还是需要一个一个慢慢去探索啦，只有村庄可以这样子领取而已。但如果你的账号是正在 KVK 里面的话是没有的，像我这个账号其实还在打着 KVK， 然后我去门口看没有，我在点开测候群的时候也是没有。不过之前官方有说过打完 KVK 会有资源返还啊，我看了现在正在进行的 KVK 是还没有给的，要等新的 KVK 才有。不过这边是已经有显示到我的王国有阵亡多少的数量了，这样会更加方便查看可以获得多少的移民点数。这边阵亡比较少是不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这边是 CD 主王国，没有阵亡这么多的部队。不过我还是那句啦，比较起资源返还呢，我更希望是加速返还呢，会比较值得一点。还有就是赛罗利的迷境之后会推出的一个新活动，它这个界面看起来真的很像万龙觉醒啊。接着就是新的紫色远程统帅，其实各位可以在黄金宝箱跟白银宝箱里面获得了。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尝试远程的玩家，可以开始投资在这两个紫色的远程统帅上面了。那这边我也是顺便开箱给大家看我可以拿到多少个新的紫色远程统帅的雕像。首先是3444个白银钥匙。那显然呢，这边拿到的雕像并没有很多，只有几个而已啊。不过是已经足够召唤了，凯瑟琳还不够。所以我们也把黄金宝箱给开掉吧，黄金宝箱应该会拿的比较多一点，有388把的黄金钥匙，黄金钥匙就可以拿到完整的统帅雕像了。这里拿到53颗的凯瑟琳雕像，然后纳尔赛斯拿到62颗雕像。也因为是紫色统帅的关系啊，所以你们可以直接把他们的技能给升上去，把他们升满星星跟觉醒。至于装备方面，其实远程统帅对于装备并没有要求特别高，你们有紫色的采集装备，就是有工程车提升的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我自己本身有在做领袖装备，所以我是想着把这个领袖装备放在远程统帅上面试试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我也不想要投资在远程的装备上面那个成本太高了，因为我这个账号没有考虑过要用这金色的远程。因为在 CD 主王国使用远程的概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啊，所以也就等于说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领袖的武器、衣服还有裤子。但是如果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推荐去做苍狼装备，因为远程的装备这里有提升工程车的速度啊，这个对于远程来说是还蛮重要的。领袖的装备这边提升没有这么高，而且也没有太多跑速啊，所以你们的远程部队可能会比较慢一点。不过至少领袖装备是每个兵种都可以使用啦，这个就看你们怎样去斟酌了，不然就直接选择紫色的采集装备就算了。那么刚好明天晚上我的王国就会开启关卡器，有可能我带新的远程统帅去做个测试吧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内容，其他的内容就是要等到一些活动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又或者是你们有发现到什么隐藏更新，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